是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我得了肛周脓肿，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一碗牛杂面给我干出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一开始是好吃，再接着是牛杂变质还是怎么的，总之这玩意儿在我的肠道里面发酵了，这大小肠啊被这玩意儿熏得受不了了，狠狠地加快了蠕动速度，最后这些鬼玩意儿不断化作比印度糊糊还有水样100倍的东西，出来了。很快很急的出来了，并且一次又一次。经常得过肛周脓肿的朋友们都知道，哦，你这样的话，你排放的槽破之后肯定堵到了肛窦啊，细菌在里面狠狠的干饭繁殖，然后便是发炎，脓肿形成，对吧？No，我这运气还算好，我的是长外面了啊。由于长时间的腹泻拉得多，而且只擦的比较用力啊，肛周外边破了一个小口子，接着呢，这个细菌就定居在里面了，然后演变成那种让我痛不欲生的大肿块啊。肛周脓肿真的很痛，它让走路和坐着都成为一种酷刑啊，你只需坐着。动动你的小腿，做出一番动作，这下面的大包就马上不满意起来，化作一根根针去扎你皮肤后面的神经，让你疼得嗷嗷叫。坐下去这个过程是酷刑，坐着不动是暂时的消停，但从坐到站这个过程就像天涯般的距离，你不敢起来，你需要有一点起来的动作，这屁股后面就像一根根小钢针一样，就唰唰唰唰去扎你。想想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于位置比较低，脓还没有形成破溃，所以当时想的是啊，手术过者也得晚些才能动。看看我手头上有什么呢？鱼食酯、莫匹罗星、红霉素膏、涂、头孢复星酯、布洛芬、黄连上清片。吃，这番操作下来，终于大包长了个小脓口，脓从这个口里面慢慢流出来。再接着是坐浴，高锰酸钾的紫色之痛渗进皮表的深处，神经组织被强氧化剂刺激所形成的局部痛觉，是一种撕裂后大地震颤，尖锐的定海神针在黄色的脓湖穿刺进地基，以至于骶骨部都能感受到地震的情况。更猛的还是大黄芒硝冰片消毒汤组合坐浴，这个更恐怖了，比刚刚的这个高锰酸钾万用片猛多了。在这过程中，我脑中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水牢。好像我被关在水里，一群蚂蟥毒虫在美美的亲吻我的伤口啊！冰片的馨香走窜了我的脑血管，但是没法安抚我的大脑，脑子早已被下面露出的小口的小火山整得心力憔悴啊！操，太你妈疼了呀！可能观众朋友们觉得这个太多情多戏了吧？实际上得过肛周病，比如说痔疮、肛裂、肛周裂的这种观众啊，估计能感同身受，太痛了呀！疼其实还算好，最重要是走路和坐都会牵涉到你这娇小的排泄口啊，起码得持续1个星期多呀！我的天，最后由于我在外地工作啊，所以我请了假回了家了啊，家里亲戚是干外科的，瞅了瞅，还好还好，我给你切开引流吧啊，这个过程呢，我将其简略为3痛，第一痛，利多卡因皮表麻醉。这次真的小钢针来戳我喽！随着身体由疼痛带来的震颤，药液是一条游走窜进横扫坏死皮包的毒蛇，注射完便可以缓一缓。接着是第2筒，60毫升的注射器配备的大针头，如同一根大钢针一样刺进皮表，随着活塞的吸力作用，一些绿白的脓被吸了出来。第3痛，能轻松划开任何肉的手术刀片，这就不是小打小闹了。啊，脓口被切开了一个小口，伴随着切割量的剧烈疼痛，以及纱布挤压的手法之下，绿白的汁液随着毛细作用下将纱布彻底染色。终于，我那块随时随地挨针扎的伤口变成了肉芽组织修复瘢痕的那种养痛之地。同时呢，每天的静脉注入抗生素之下，我那熟悉的亚健康的身体也要回来喽。还敢吃吗？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no！